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叮当狗，欢迎来到叮当狗看店。这期叮当狗带大家来旧金山的唐人街逛吃。旧金山的唐人街是亚洲之外规模最大的，也是北美最古老的唐人街。从184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起来，到现在面积达到2平方公里。不仅是有10万多常住人口的华人社区，也是旧金山的著名旅行打卡地。因为早期有很多中国南方的华人移民聚集在这里，唐人街里至今都有很多早茶点心店、茶餐厅和港式烘焙坊等等。今天咱们就去小探几家。开车来唐人街的话，推荐大家停在花园角停车场，白天停车$41小时，价格在旧金山算是很良心的了。停车场上面就是唐人街的公园，我们到的时候大概下午1点，公园各处都是聚在一起悠闲下棋打牌的大爷们。看来呀，华人大爷到哪儿都一样，有广场的地方就有大爷的棋牌局。这会儿肚子饿得不行了，得赶紧先安排干饭。花园角斜对面就有一个宏记面家，1972年开店到现在，已经是个50多年的老店了。走进店里面清爽明亮，感觉店面应该是新装修过的。宏记面家最招牌的据说是它地道的港式鲜虾云吞面，这不得点上一碗。店外面厨师推荐的第2名是灌汤小笼包。这港式茶餐厅里的上海小笼能靠谱吗？我这个苏州人半信半疑之间，还是决定点一笼验验货。刚才进门之前就看到一整面玻璃窗后面有2个面点师在埋头包云吞和饺子，吃的东西入嘴前能看到怎么做出来的，的确让人安心不少呢。店里面蒸煮炒都在这个开放式的厨房，收拾的还挺利落。做云吞面得先煮新鲜现包的云吞，然后是煮鸡蛋面，这看着是个技术活。热水煮过之后要过凉水，还得让面做几个高空翻沥干水分。这一顿操作为的都是让面条的口感更弹。把煮好的云吞盖在鸡蛋面上，再浇入汤底，撒上韭黄段，就可以上桌啦。这一碗卖相朴朴素素的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。咱们先喝口汤试试，汤头很鲜，能喝得出里面有虾带来的鲜味。云吞馅口感很弹，里面有猪肉和一整颗虾仁，口味有点类似港式烧麦。不过最让我惊奇的还是这个鸡蛋面的口感，已经超越了弹的范畴，甚至有种脆的感觉。咬下去就觉得一根根断开的面条是崩到牙齿上的，刷新了我对面条 Q 弹度的认知啊！云吞面我吃的少，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。有没有香港的朋友说说，正宗的港式云吞面都是这个标准的吗？这碗面不愧是招牌，值得推荐。吃面的档口灌汤小笼也上来了，一笼6个，数量不算多，但是个头挺大的。看小笼包上不规律的褶皱，可以肯定不是预制的。小笼提起来有垂坠感，里面的汤汁应该是少不了。蘸一下他家放了些姜丝的醋碟。吃小笼得先开口，从开了的口里面我倒出了1勺汤汁，没想到吃的时候小笼里面居然还有一包汤。内馅的汤汁咸鲜，微微带些甜口，是江浙沪地区会喜欢的调味。唯一就是小笼收口处面揪揪有点太大了，稍微有点影响口感。不过在港式茶餐厅能吃到这个水准的小笼包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。宏记面家这2份面食完食点赞。吃完正餐该来个甜点了。经常看美剧的宝子应该都知道，美国中餐厅有个特别的传统，随餐会送 Fortune Cookie 幸运铅饼。这种圆锥形的脆饼里面藏着一张小纸条，上面一般会写一些箴言啊、预言或者幸运数字等等。旧金山唐人街里面就有一家专卖手工幸运铅鱼饼的店铺，据说在 TikTok 上面很火，很多外国人都会来这里打卡。一进门整个店里都是奶奶的香味，排队的时候店员还会给发没卷起来的脆饼尝尝，刚出炉暖烘烘的，不仅脆还带着黄油的奶香，甜味不会太重，口味类似蛋卷，比中餐连锁 Panda Express 送的幸运饼好吃非常多。这家店开了有60多年了，店铺里面的陈设都保留着时间的痕迹，货架上满满的都是各式各样的幸运铅饼，除了有香草原味的，还有彩色的草莓、巧克力、绿茶口味，甚至还有淋了各种糖霜的，卖相更好。估计嘛甜度也会高很多，应该更符合美国人民的口味。我买了带35个原味绿茶草莓3拼的，
10.5美金。回家尝了以后发现放凉的幸运饼更脆，草莓和绿茶的风味比我想象中的浓一些，3种口味换着吃还不错。这家店里不光能买到不同口味的幸运饼，还有不同大小的。看这里这盘巨型的幸运饼，跟标准版的对比真的非常强烈。排到里头就能近距离观察幸运饼是怎么做出来的。机器压制烤熟后的圆饼会被不断的推出来，坐在边上的大姐手法娴熟，把签与纸条包在里面，对折再对折，等放凉定型就完成了。我发现大姐面前还有个桶，里面都是从烤盘上直接拿下来放进去的没折过的脆饼，就好奇的问了一嘴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里是为什么要扔进来？它挂到这边来就硬了，哦，硬了就折不了。哦，就变成这个平的了。对。特别的是，店里还有2个付费体验项目，一个是体验折幸运饼，25美金3分钟，价格属实是有点高，没下得去手。我选择了另一个，可以自己写签与纸条放进幸运饼里，再用打包纸盒带走。一个幸运饼2美金，2个3.5美金。我写了2个愿望，其中一个送给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哦。写好签与纸条，再拿上一个纸盒，这个造型是很典型的美国中餐厅用来打包的那种餐盒，真的是很有意思。站在旁边看大姐帮我折幸运饼的时候，我已经激动地搓起小手手啦。终于拿到手了，包装上还贴心地设计了一个小提手，超级可爱。买单以后，店员还会大气地往你兜兜里塞好多刚出炉的圆脆饼，感觉有被宠到哦。下一家咱们还吃甜品，来到人人饼家，是个港式烘焙店。展示柜里有好多款西饼面包，我都想尝尝，奈何肚子容量就这么点儿，选择困难症都犯了。他家最有名的是蛋挞，尤其是蛋白蛋挞，那肯定不能错过了。蛋白和普通蛋挞我各来了一个，听老板推荐又买了个冬瓜蓉老婆饼。我喜欢叉烧包，也喜欢菠萝包，所以就盲点了一个菠萝叉烧包。吃港式甜点，想说再配一杯港式奶茶吧，走去买港奶的红苹果茶园，发现它正好星期3店休，但是我想喝奶茶的开关已经打开了，今天不喝上一杯吧，还真就难受。于是就在唐人街的街巷里穿来穿去的找，一路各种纪念品店呀、珠宝店呀、服装店都看到了，连李小龙的涂鸦墙画都看到了，也没找着。最后还是回到幸运饼店的同一条弄堂里，有个茶颜观色奶茶店，好歹是点上了。队友一杯台湾奶茶，我点的是经典港式奶茶，2杯喝着都挺不错，属于茶味偏浓的奶茶，尤其是我这杯港奶，喝的时候我还感觉红茶味浓厚，心里美滋滋的呢。结果茶是下午4点半喝的，人到第2天早上6点都根本睡不着。早知道港奶有这威力，熬夜的时候我还喝啥咖啡呀？找港奶折腾了半天，赶紧把刚才买的甜点拿出来尝尝吧。蛋白蛋挞的塔皮酥酥的，里面白色的蛋挞心有点类似牛奶冻，很滑嫩，但是甜度有点高。而这款普通的蛋挞跟蛋白的很相似，蛋挞心里多加了蛋黄，反倒有些微微的蛋腥味，感觉蛋白蛋挞的味道会更优秀一些。下一款菠萝叉烧包，外面菠萝包的部分奶奶香香是好吃的，里面的叉烧肉给的量倒是很多，可是肉块感觉有点太大了，不太好嚼。可能面包冷掉了，对它的口味也会有些影响吧。总之就是吃起来感觉叉烧肉和菠萝包它们俩各过各的，没有相辅相成的美感。但是最后吃的这块老婆饼真的很赞，不愧是老板推荐的，果然是听人劝吃饱饭啊。老婆饼很大一个，外面开酥的饼皮相当酥，我一边掰一边疯狂掉渣。里面的冬瓜蓉馅料很足，甜度是那种内敛的清甜，完全不会腻，还能嚼到脆脆的冬瓜糖，给这个老婆饼点赞。离开唐人街之前，去有名平价超市逛了一圈，没想到走下窄窄的入口，地下藏着一个琳琅满目的超市。除了在一般华人超市能买到的东西，这里还有一些湾区别的华人超市没见过的零食，比如鲜椰子姜汁、冻干榴莲等等。在唐人街吃饱喝足，走之前到这里逛逛，说不定还能淘点新奇东西带回家。好啦，叮当狗在旧金山唐人街的逛吃探店就到这里啦。住在旧金山湾区的宝子们，有没有自己私藏的唐人街好店？记得在留言区里安利给我哦，咱下次再去吃。那么我们下期探店再见，我是叮当狗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订阅哦。